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书场。观众朋友，大家好。大约在5、6年前，我们栏目曾经集中录制了一批《红楼梦》的系列开篇。那次录制汇集了几十位演员和多种流派，演唱《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可谓演员阵容豪华，演出形式多样。像《莺莺操琴》《宝玉夜探》等经典开篇，就出现了用多种流派来共同演绎的情况，非常精彩。节目一经播出，受到书迷朋友的热烈追捧。经大家的强烈要求，我们将从今天开始分4期重播《红楼梦》系列开篇的部分节目，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先请欣赏第1部分。宝的爱情是红楼中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的手笔很多。宝玉夜探是评弹艺术宝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描写贾宝玉夜探潇湘馆中的恋人林妹妹。评弹界中有许多名艺人争相弹唱过，如这个蒋月泉与杨振言、徐丽仙与尤慧秋等等。就在我们电书场的节目库当中也有秦建国和沈世华的，席嫣之与陆建华的，姜文兰和孙福树的，还有陈锡安和范林园的等等，不下20多首，可以说是流派纷呈，百花争艳，欣赏者往往会爱不释手。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秦建国和沈世华分别运用蒋余调对唱的《宝玉夜探》。隆冬寒露结成冰，乌洞洞的大观园里冷清清。演唱者深情地唱出了当时的意境，把我们一起带到了红楼中的潇湘馆中，唱出了寒冷的夜景和火红的爱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俩的真情演唱。隆冬寒露结人冰，月色迷蒙，月头一人人扫风吹热滚，欧咚咚的大鼓热里冷清家八月一楼花几步，脚步轻而易，烟他一在等月勾神还烟囱葱跟日门勾带带昨日大西下过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她口疾亲人
那铜棺叮当响，一只酒香的马开门，谁孩儿一来，李生下还能一担心。姐姐呀，我是放心，不下林姑娘，所以得的谁来问啊？人来，一到这病他有，只见他气息也不作声，一个儿家林妹妹。妹妹啊，你们一生谁是都烦恼，你何必呀自己摊开？亲人想你有什么心事尽不说，我与你两人各一心，我劝你们113餐都应食，我劝你们1、3年天要绿，
神。我劝你养生下心，你何口自己把烦恼人？我劝你姊妹的言语不能听，因为他们自家与是真。我劝你们早早安歇莫一生，可晓得你病终身。再不你谋啊婚，我劝你把一切心事都对错，更不要想起养子这决定门。滚滚绿波是是退了香楼真此生黎明太平在封建社会中，宝黛是难以冲破封建枷锁的，只能做了绝望的牺牲品。宝玉哭灵这场戏是越剧中一场重头戏，其尹桂芳、徐玉兰都留下了保留节目。然而在弹词开篇中，同样也有《问紫娟》和《宝玉哭灵》等名篇。由吴迪军作词，孙福树弹唱的《问紫娟》也是一首耐人寻味、令书迷朋友十分欣赏的一首红楼开篇。开篇一开头，灵前两字，演唱者就唱出了那种哀伤、悲痛、凄凉的场面，把人带到了青黑黄白四色灵堂之前。演唱者运用了他擅长小阳调和齐调交织对唱，表演出宝玉和紫娟两个人物的怨言、伤痛、懊悔的心情，唱得荡气回肠，曲曲声声，真情无限，是一首十分成功的悲剧之作。下面一起来欣赏。
以后，在呼呼不归。飞落黄酒恨不呀。不能临终讲句话，死不能复来中家哇，那家饭哟，红天下来是马，你那里是花灯家会
本自君，妹妹临风雨呀后啊，他女生年无有家，本自君，妹妹是个君后代。本自君，妹妹呀，君君啊后代，情义都须比啊，本自君，妹妹应不。刚才大家收看了《问紫鹃》，是一首充满情感性、戏剧性的弹词开篇；《宝玉哭灵》则是一首叙述性弹词开篇。叙述性开篇对演员来说难度较高，因为其中感情表达成分少了些。同样是《宝玉哭灵》的内容，而《宝玉哭灵》这首开篇怎么唱也能引起欣赏者的喜欢。不妨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由陆建华用讲调弹唱的《宝玉哭灵》。都应确是终其心。薄命红衣，似狗冤。太太妻女离温厚，想想到此不生嗔。
可点灵儿的表层心带子去茶木店里生谁谁凄凉默应声声因啊无不知心日怒始终在花生我记爱司马都佛一能不相生妹妹呀，口里你是下都谋着，口里你报恩风雨名，口里你谁是三用话一云空绿一佛密心神妹妹啊，想当初是青梅竹马东岳西，大金吒耳鬓厮磨再不能想当初文化上月里诗句，大金吒关公作佛再不能想当初李也平一下不遗憾，大金吒若见你英勇，再不能如今灵里并没收，你在家有口几分悲凄凄，来分分须作为事情，有的问。
富贵荣华，谁承梦？生啊生，谁和等亲缘？道不熟，天吃饭那地诵经，格斗着不了，行走够下呀，谁为神？盘子开篇，宝玉哭灵，当然跟宝玉夜探相比，没有那么多的演员演唱。其实也有许多名演员弹唱，如杨振言运用严派风格的讲调唱过此篇。再如我们店书场库还有一首由优秀青年演员蒲剑东用小洋调弹唱此篇。小洋调由弹词前辈杨仁麟所创，其特征是爽利清脆、婉转悦耳、柔中有刚，演唱起来真假嗓并用。当然，这就要求小嗓条件要好一点。蒲剑东的音面嗓音是有口皆碑的。下面由于时间关系，请大家来欣赏由蒲剑东弹唱的《宝玉哭灵》的一部分，相信您同样会喜欢。都行，恰是中吃心。伤心不口怨，不生尘，那一用公子心啊难尽，可得邻居别称但见那参谋的人身的紧，凄凉啊，怒目是阴神神。
好，一起来欣赏红楼系列开篇的第2部分。宝黛爱情是红楼的主线。说到贾宝玉，必然会联系到林黛玉。那林黛玉是金陵12钗中最富有个性，也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弹词界当中，男演员弹唱红楼中的女性人物也是很多的。当年弹词大师刘天韵就唱过此篇，著名演员曹孝金先生也唱过，而且呢，他的演唱呢极富个性。张调中又含有讲调的韵味儿，流畅委婉，十分的耐听。下面我们来欣赏他的携手江苏省曲艺团的王培军弹唱的红楼开篇《林黛玉》。妾家人谁也去，他是不为妇女这爱绪。家之后不临之产，痴心为来下凡。公子都人中，一句情心两意对。统领如排万军手，下河急雨一笔泪。出那举止大发生急迫，一语腾头新闻谁？为什么这有呀？手在那双
生的呀，白领家人把铺带水，为什么进来运动都披着婴儿身的一谋更为是里手下婴儿下就梅花落呀落得那心把鼻风儿对。一面不如狗家境，这后跟娘中狗风呀，对。我为你为侣，我为你比日牵挂几十岁，只望终身永恒聚。心与那是相归，是美丽人人，哪怕黑大春，迎得住花去，真记我心中的福气。一个儿是彩天，非洲城后那一个儿是相公寓住水把那心事去破都分去都送水花明波泪儿生梦魂心
刚才我们欣赏了男演员弹唱的《林黛玉》这首开篇，那我想，如果女演员来弹唱这个作品的话，似乎更会合适一点。那林黛玉呢，是具有一种病态的女性美，她性情孤僻又寡言，多疑多猜，是一位不太合情的千金小姐。红楼中老祖宗的掌上明珠，著名弹词艺术家邢燕之，他所运用的唱腔，较好地把握了林黛玉独特的个性，唱出了林黛玉心中难以倾诉的内心情感。下面我们来欣赏邢燕之弹唱的《林黛玉》。
落花自己沙尘去。去破心事，也
林黛玉又称为潇湘妃子，弹词开篇中就有一首名篇《潇湘夜雨》，前辈艺人杨仁麟、徐英志都唱过此篇。下面我们来欣赏范林远运用徐调弹唱的这首开篇。人意梦月失魂，并以一位都是冷清清两个相眉相。只见他不下下，下不露水波，万岁岁岁万花容满
眉搓搓，蹙眉横。史湘云是金陵十二钗中结局最好的一位女性，她的性格和林黛玉是决然不同，可以说是相反。游调创始人曾用游调唱过此篇，下面呢，我们就请尤慧秋携手严小良来弹唱此篇，来听一听。走在金陵。
想法之中，设置你伶仃，沟口雨水赢得那拉州中，西都归子，本须上挂旗。来到这大户有礼服啊举手，众姊妹相亲相看月中去人不久，海棠接水说诗篇，离居中来不让心，在楼西亭中如破所有修吧，带最美的心，花落梦儿昔日诚心家的神龙水毛双心不转，离设指望是张我妹，小窗边一年是的花飞，心情迷迷的具体上不曾一副长不都忘你。随了向那陪来，也比中来起，人生当缥缈几岁月镜花，花为好，我们一起来欣赏红楼系列开篇的第3部分。
天呢，我们集中欣赏有关林黛玉的开篇，其中呢，重点赏析《黛玉焚稿》这首开篇。这是一支弹词佳作，开篇的开头2句“风雨连宵铁马喧，好花知冷落大观园”。开篇一开始就把大观园那种凄凉孤独的意境唱了出来，让人身临其境。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孤单单地望着昔日的诗稿，一种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一切茫茫无望，无声之中又饱含着极度的悲痛。下面呢，我们先请欣赏由孙福树用下调弹唱的《黛玉焚稿》。风雨离乡骑马喧，山林花冷落大夫胸。下不离风声息，把病家人他双泪胸，家去山涌下楼北。下瑞发用他并非丢，心切切泪悠悠，声切切眼蒙蒙。手来洗过胸，相逢彼此心发发啊，为人伤心导致不彼此不知他舍处，10大8日今宵无话说哦，他们杀父结了缘，得把你想的妃子梦，分一日上一个也深深伤心，也深深伤。再把感的在心上住，脚步踉跄，神恍惚。步入花间，虚度满路风，寻得知心的彼此住。脚步东翻向去。举拨心事一句话，归过问
文章他闭口说，丁兵内将心学是此次风雨复黄州离了神界离了有薛调较为清丽，能用来演绎感情丰富的内容吗？下面让我们来欣赏弹词老前辈陈锡安先生弹唱的这首开篇。风雨离乡骑马书，好花枝冷落大步游，想想屋里风声细，以为大病的家人算来哟，郊区上用香炉白，小人翻用病历酒，心切切，泪悠悠，身微微，意默默，听那歌儿隆咚一声人嘘。心上杀，为人伤心打着步，那些彼此无计失身处，使得本已今宵无花烛，杀父杀母几都有，得把你写相妃子分一句三一斗，一人人的伤心，一人人的死，好比被宝钢打在心上。举头两千人欢欢，醉如花柳，许多门路不隐于细心彼此。小梦东飞小香姑，把那举头心事一句无，使得鬼魂张飞口述。而今并打算情送来有人是在不有心病后能知法学
来了神机，飞了手。岱豫汾稿通常用立调、薛调演唱的较多。您欣赏过用讲调弹唱的这首开篇吗？据行家们说，在上个世纪40年代，蒋月泉曾唱过此篇，感染了许多的书迷朋友。今天我们让秦建国来唱这首开篇，感受一下弹词流派的多姿多彩。伤心。
把钢打在心上，是不良情啊！神欢快，薄弱的花园，水动没漏子，一语知心的字。红粉香香，把那举破心事也举。回顾文章，他的口是心灵难听啊，心若忘就难了生计，在文艺作品中，描写林黛玉的文笔最浓重的，要算文稿和葬花了，而丽调是最能演绎凄哀悲凉的那种心情。欣赏了以上3位演员弹唱的黛玉焚稿之后呢，再请欣赏由徐丽仙弹唱的黛玉葬花，这也是徐丽仙十分成功的保留之作，一起来欣赏。夜听花风
开篇中带“夜”字的开篇较多，如这个《宝玉夜叹》哈，夜叹晴雯，潇湘夜雨，紫鹃夜叹，黛玉夜叹怡红园等等。想来文人和艺人都会在这个“夜”字上做足文章，或许人物更能在这个此时能够抒发情感吧。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由赵开生弹唱的《黛玉夜叹怡红园》。红绿梦的下的影，婆婆虽为下黑深。林姑娘对月临双手，正是情丝随魂魂。几岁们洗得出花根，梦听得把儿一辈子在世心，世人莫道得他四肢懂得都不得，只有神力不在身，一句话一动心，某句有后太狠心，为什么要打得他这不严？他们瞒过病，才起身能气象西红有里烟，几把月此时一岁温，在梦中后痛无病能群，他斗此情几次情，经不许伤心两泪淋，只泪之滴滴是一经，白月的对一哭，八月此时他莫意，真是妹妹呀，
今朝不应遭不辞。后来妹妹已应情，我该亲的恩情，结亲的情，这等同以下两三分。一个儿是哥哥啊，你们从今往里须里，还是得路放过心。他们两人挖到金庸去，下压的绝把是风雨，领队越分歧慢越去，把哥哥气不放人，都只为双眼红中，他生下所以不忙忙，吃了后油门得了花季，哭出声。
好，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第4部分。紫娟是红楼中笔墨较多的底层人物，紫娟夜探又是众多评弹演员争相弹唱的一首佳作，特别是用薛调、丽调还有扬调来弹唱的比较多，都十分成功，反映了流派唱腔的多姿多彩。杨振雄先生当年就曾用扬调弹唱过这首《紫娟夜探》，他巧妙地运用长短腔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紫娟的回忆对比，唱出了人物内心强烈的血泪控诉，真是以吟托唱，以唱代吟，吟来低回，唱来传神，让人柔肠百转，感人肺腑。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上海评弹团蒲建东学唱的这首扬调开篇《紫娟夜探》。月黑生人一梦梦，天马格里，静悄悄。相相浮生息，欲一晚斗尽斗异，彼自多肉传的最不美，勾灯挑尽非真。想去了姑娘，林中静一静，铃声儿怎不言？心能诉，一个儿我大狗呀都人难，一个儿病他生人非人
一狗儿猜天白走神就走一狗儿小相风雨却都就一狗儿东来化作开屏一狗儿若云相笑一名就一狗儿浮长风随时交切一狗儿何有谁却否决就一狗儿落，一狗儿死，一狗儿被命薄，一狗儿喜都有，一狗儿伤心，一狗儿昏。是人么？公子都尽忠，恰女来万日一时家罪就不你举世是破译，这里新婚金哟看他们夫妻了儿女婚，相拥啊龙似酒，一不够金花
月冬夜姑娘啦，你也生能。就被取经君死在万的心不够，玲珑为这归偶去闭住了望头笼中就访问一拍一记就《紫鹃夜探》也是薛调的一首代表作。当年薛孝庆先生所唱的对比句“一个儿乐，一个儿酸”，起到了强烈的烘托作用。当年邢瑞婷也爱唱这首薛调开篇，还能乱真。下面呢，就让我们来欣赏邢瑞婷先生之子、著名评弹演员邢彦春弹唱的《紫鹃夜探》。月深深，一幕幕，风筝骑马格里修。心恰恰是相逢生死，一位斗灵的弟子君，看多少川里水不美。天云飞升，想起那狗娘临终心一急，临生儿怎不压心？一狗儿花旦狗月都是那，一狗儿病他生人敌人。
周身就说。一个味儿，谁却还有在酒？一个味儿，东湾我所开边地。一个味儿。若愿相下一名就一个味儿，风餐风水是家菜，一个味儿，下下风雨吃到。就识人莫宜用公子斗云中，却有来管理日家罪。他不义，就是撕破衣。这里新婚真有。姑娘啦，口抬你一生就被屈人哦，今日里死在挽救心不够，口抬你玲珑为这归要去。万头笼中的美人就深深思想与有趣，这样那一语气的不是我。他们夫妻乐，儿女互相用话弄死就一不够进化，岁月动也心所观音容易死。内大夫人七尺这真是么德话，他因忠厚用，他梦心日万事后必呀居心对着不用夜黑沉沉夜漫漫，风惊铁马隔帘轩。用立调齐口弹唱的这首开篇，一下子就拨动了欣赏者的心弦，似乎把您带进了悲哀自叹的特定环境中。立调弹唱的这类开篇，含蓄深沉，韵味醇厚，让人产生一种悲剧之美。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由徐立先的学生张碧华弹唱的这首开篇。
临门为这归去这路的人话红中有关最后，请欣赏由赵开生弹唱的《紫鹃夜探》，它是自弹自唱，自成一格，韵味独特。一起来欣赏。月和深人一风景铁马格里修心恰恰西相逢生死，以为都经都喜的彼此就他堕入窗隙虽不美，孤灯贴近飞针。想起了姑娘临终尽一切，令生儿真不呀，爱心能诉。一个儿花当个月都是那，一个儿小相风雨却都就一个儿彩天白昼神就说，一个儿凭他声音飞升，一个儿东方化作开bình地，一个儿若云相下一名就一个儿落，一个儿输，一个儿被明白，一个儿喜都有，一个儿伤心恩，一个儿
夫。世人莫喜用公子斗尽忠，却牛来往事一时家追究。狗娘啊里生就被取进我，大警察的死在挽救心不够，你的玲珑为这归后去，尽做了那王头笼中的美手就深深细想一口气，这一口气都不是我，看他们是夫妻乐，儿女欢，相拥花容似酒，一不够镜花水月共一不，心说欢迎容易事，大队来总难大夫心七尺骨，真是豆花他因今后用哈梦心事一往事，后边是给心对角不用哭。好，观众朋友，红楼系列开篇到今天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收看。妹妹呀，谁是风涌君一面。好，一起来欣赏红楼系列开篇的第二部分。宝黛爱情是红楼的主线。说到贾宝玉，必然会联系到林黛玉。那林黛玉是金陵12钗中最富有个性，也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弹词界当中，男演员弹唱红楼中的女性人物也是很多的。当年弹词大师刘天韵就唱过此篇，著名演员曹孝金先生也唱过，而且呢，他的演唱呢极富个性。张调中又含有讲调的韵味儿，流畅委婉，十分的耐听。下面我们来欣赏他的携手江苏省曲艺团的王培军弹唱的红楼开篇《林黛玉》。妾家人谁也去
他痴啊心，为来下凡。情啊心两意对，统领如排万军手。下河急一笔泪，走出那举止大发生急迫，一语疼啊痛，心问谁？为什么这有呀？守在那船里水，因啊身的水出龙出海水。为什么能相相比风云啊？因啊身的呀，白领家人把铺开。为什么近来运动都疲着，因啊身的一谋更为是理手夏婴儿夏就梅花落呀龙落得那心把笔风儿对。一面不如狗家亲，这后跟面中狗风呀，对。
生永恒聚。心儿与那是相归，是美丽人人，哪怕黑大城，赢得烛花去，真记我心中的福气。一个儿是才体，被周成后那一个儿是相风雨注水。把那心事去破都分去都送水花明波泪儿生梦魂心红绿。好，刚才我们欣赏了男演员弹唱的《林黛玉》这首开篇。那我想，如果女演员来弹唱这个作品的话，似乎更为合适一点。那林黛玉呢，是具有一种病态的女性美，她性情孤僻又寡言，多疑多猜，是一位不太合情的千金小姐。红楼中老祖宗的掌上明珠，著名弹词艺术家邢燕之，她所运用的唱腔，较好地把握了林黛玉独特的个性，唱出了林黛玉心中难以倾诉的内心情感。下面我们来欣赏邢燕之弹唱的《林黛玉》。
梦难寻，只落得一位人缘。林黛玉又称为潇湘妃子，弹此开篇中就有一首名篇《潇湘夜雨》，前辈艺人杨仁麟、徐英志都唱过此篇。下面我们来欣赏范林远运用徐调弹唱的这首开篇。愿意梦月失魂，并以一位都是并枝花。刚才大家收看了《问紫娟》，是一首充满情感性、戏剧性的弹词开篇；《宝玉哭灵》则是一首叙述性弹词开篇。叙述性开篇对演员来说难度较高，因为其中感情表达成分少了些。同样是《宝玉哭灵》的内容，而《宝玉哭灵》这首开篇怎么唱也能引起欣赏者的喜欢。不妨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由陆建华用讲调弹唱的《宝玉哭灵》。却是终其心，薄命红衣，是狗冤。妻女
李文翰，想想到此不胜嗔。一红公子心美，心可点灵儿里表称心带子去茶木店里生谁谁凄凉莫应声声因啊无不知心日怒世容杂花生我记司马都佛一能不相生妹妹呀，口里你是下都谋吃，口里你报恩风雨名，口里你谢是三用话一云空虑一佛密心神妹妹啊，想当初是青梅竹马东岳西，大金沙耳鬓厮谋再不能想当初文化上月里诗句，大金沙关公作福再不能想当初你也平安一下否遗憾大金沙若见你英勇再不能
你在家就苦几分，悲凄凄，泪纷纷，须最思亲，欲得闻。楼下富贵荣华，谁承梦？生啊生，谁还等亲缘？道不熟，天吃饭那地诵经，格斗着不了，行走狗下呀，谁为神？坛词开篇，宝玉哭灵，当然跟宝玉夜探相比，没有那么多的演员演唱。其实也有许多名演员弹唱，如杨振言运用严派风格的讲调唱过此篇。再如我们店书场库还有一首由优秀青年演员蒲剑东用小洋调弹唱此篇。小洋调由弹词前辈杨仁麟所创，其特征是爽利清脆、婉转悦耳、柔中有刚，演唱起来真假嗓并用。当然，这就要求小嗓条件要好一点。蒲剑东的音面嗓音是有口皆碑的。下面由于时间关系，请大家来欣赏由蒲剑东弹唱的《宝玉哭灵》的一部分，相信您同样会喜欢。斗金不口缘，不生尘，那一用公子心难尽，可得邻居别称。
心。但见那参谋调领身的紧，凄凉啊！怒目是阴神神。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书场。观众朋友，大家好。大约在5、6年前，我们栏目曾经集中录制了一批《红楼梦》的系列开篇。那次录制汇集了几十位演员和多种流派，演唱《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可谓演员阵容豪华，演出形式多样。像莺莺操琴、宝玉夜探等经典开篇，就出现了用多种流派来共同演绎的情况，非常精彩。节目一经播出，受到书迷朋友的热烈追捧。经大家的强烈要求，我们将从今天开始分4期重播《红楼梦》系列开篇的部分节目，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先请欣赏第1部分。宝的爱情是红楼中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的手笔很多。宝玉夜探是评弹艺术宝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描写贾宝玉夜探潇湘馆中的恋人林妹妹。评弹界中有许多名艺人争相弹唱过，如这个蒋月泉与杨振言、徐丽仙与尤慧秋等等。就在我们电书场的节目库当中啊，也有秦建国和沈世华的，席嫣之与陆建华的，姜文兰和孙福树的，还有陈锡安和范凌媛的等等，不下20多首，可以说是流派纷呈，百花争艳，欣赏者往往会爱不释手。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秦建国和沈世华分别运用蒋余调对唱的《宝玉夜探》。隆冬寒露结成冰，乌洞洞的大观园里冷清清。演唱者深情地唱出了当时的意境，把我们一起带到了红楼中的潇湘馆中，唱出了寒冷的夜景和火红的爱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俩的真情演唱。隆冬寒露结人冰，月色迷蒙，月头问一人人说风吹日光，哦咚咚的大鼓里冷清情人家八月一楼花几步，脚步轻而易，言他
在等，月过神黑烟囱啊囱，更是门高呆呆，我是大西下过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她口疾轻恰铜柜叮当响，谁来问人来？一到这病他有，只见他气息也不作声，一个儿家林妹妹，一个儿把边胸前，他是因一飞开刷泪淋。妹妹啊，
谁是都为那你何必呀自己摊开情人想你有什么心事尽不是我与你两人各一心人我劝你们13菜都应食我劝你们13年天要旅行我劝你两生相心你何苦自己把烦恼人我劝你姊妹的言语不能听因为他们自家与是真我劝你们早早安些莫一生可晓得你病终身再不你谋啊婚人我劝你把一切心事都对错跟不要想起养殖这决定门失去了香楼真此生黎明太飘零。在封建社会中，宝黛是难以冲破封建枷锁的，只能做了绝望的牺牲品。宝玉哭灵这场戏是越剧中一场重头戏，其尹桂芳、徐玉兰都留下了保留节目。然而在弹词开篇中，同样也有《问紫娟》和《宝玉哭灵》等名篇。由吴迪军作词、孙福树弹唱的《问紫娟》也是一首耐人寻味、令书迷朋友十分欣赏的一首红楼开篇。
开篇一开头灵前两字，演唱者就唱出了那种哀伤、悲痛、凄凉的场面，把人带到了青黑黄白四色灵堂之前。演唱者运用了他擅长小阳调和齐调交织对唱，表演出宝玉和紫娟两个人物的怨言、伤痛、懊悔的心情，唱得荡气回肠，曲曲声声，真情无限，是一首十分成功的悲剧之作。下面一起来欣赏。
神归避，披出富贵与荣华，与你是会再开。一送送送一，谁体味？眉搓搓，搓眉横。心牵牵，心头在想起他，日密密，我看在想呀，双一里的，一再在泪中，冷冰冰。被自由看，这吉他起楚楚，心啊荡荡，水声声泪汪汪，雪白白是土地不老。人人气里个爸妈妈，拿不大举家，像这平的风瑟瑟，是风风啊凄凄，雨霏霏。马的铃铃咚哦，吕布行，大铁马下兵，大刀隆隆，风劲里鼓动，淅沥沥雨滴，大海。传兵大大，钟声敲谁下？咚咚咚，小吕大水水，冷
史湘云是金陵十二钗中结局最好的一位女性，她的性格和林黛玉是决然不同，可以说是相反。游调创始人曾用游调唱过此篇，下面呢，我们就请尤慧秋携手严小良来弹唱此篇，来听一听。走在金陵，大家必枪法之中，射死你伶仃，沟口雨水赢得那手中，飞斗归本须上挂旗。来到这大户有礼佛啊举手，众姊妹相亲相看月中去人不久，海棠接水说诗篇，离居中来不让心，在楼飞亭中如破所有修吧，带罪迷的心，花落梦毛刷心不转，离石之
窗边一年是庭花飞，心切切迷迷，地久天长不曾一步长不都忘你。随了相马回来，也比中内气，人非大当，缥缈几岁月镜花，花为好，我们一起来欣赏《红楼》系列开篇的第3部分。今天呢，我们集中欣赏有关林黛玉的开篇，其中呢，重点赏析《黛玉焚稿》这首开篇。这是一支弹词佳作。开篇的开头2句“风雨连宵铁马喧，好花知冷落大观园”，开篇一开始就把大观园那种凄凉孤独的意境唱了出来，让人身临其境。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孤单单地望着昔日的诗稿，一种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一切茫茫无望，无声之中又饱含着极度的悲痛。下面呢，我们先请欣赏由孙福树用下调弹唱的《黛玉焚稿》。风雨离乡骑马喧，山林花冷落大观园。下府里风声紧，把兵家人他双泪家去山涌下楼北。下瑞翻涌他并非心切切泪悠悠，声切切一幕幕。手来西湖寻，相逢彼此心发发啊，为人伤心道之不，彼此不知他设处，
日君下无话做他们杀父接着得把你想的妃子谋分一日上一个也深深伤心，也深深受，再把感的在心上脚步踉跄神恍惚步入花间水动满路想得居心的鼻子东翻想想去，举步心事一句话，回顾文章他闭口手。丁兵内将心血是妻子风雨复黄酒离了身间离了忧薛调较为清丽，能用来演绎感情丰富的内容吗？下面让我们来欣赏弹词老前辈陈锡安先生弹唱的这首开篇。风雨离乡骑马书好花枝冷落大步屋里风声细，以为大兵的家人耍来郊区上用香炉白小人翻用兵役就心切切泪悠悠身微微一幕幕听那歌样儿隆咚一声人放杀为人伤心打着步那些彼此无计失身处使得本已今宵无话做
相飞出门。分一句山一头，一人人的伤心，一人人的死，好比被宝钢打在心上。举头两千人欢欢，花有许多马路不引于细心的处，小路东飞小相顾，把那举头心事。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书场。观众朋友，大家好。大约在5、6年前，我们栏目曾经集中录制了一批《红楼梦》的系列开篇。那次录制汇集了几十位演员和多种流派，演唱《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可谓演员阵容豪华，演出形式多样。像莺莺操琴、宝玉夜探等经典开篇，就出现了用多种流派来共同演绎的情况，非常精彩。节目一经播出，受到书迷朋友的热烈追捧。经大家的强烈要求，我们将从今天开始分4期重播《红楼梦》系列开篇的部分节目，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先请欣赏第1部分。宝的爱情是红楼中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的手笔很多。宝玉夜探是评弹艺术宝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描写贾宝玉夜探潇湘馆中的恋人林妹妹。评弹界中有许多名艺人争相弹唱过，如这个蒋月泉与杨振言、徐丽仙与尤慧秋等等。就在我们电书场的节目库当中也有秦建国和沈世华的，席嫣之与陆建华的，姜文兰和孙福树的，还有陈锡安和范林园的等等，不下20多首，可以说是流派纷呈，百花争艳，欣赏者往往会爱不释手。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秦建国和沈世华分别运用蒋余调对唱的《宝玉夜探》。隆冬寒露结成冰，乌洞洞的大观园里冷清清。演唱者深情地唱出了当时的意境，把我们一起带到了红楼中的潇湘馆中，唱出了寒冷的夜景和火红的爱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俩的真情演唱。隆冬寒露结人冰，月色迷蒙，月头问。一人人说风吹热滚，哦咚咚
下八月，一路花几步，脚步轻而易，人。他一在等，月勾神黑烟囱啊囱，跟日门勾带带，我是大西下过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她口疾轻恰铜柜叮当响，谁来问人来，一到这病他有，只见他气息也不作声，一个儿家林妹妹，一个儿把边胸称，他是因一离开耍泪淋。不该想到此生，并且
妹妹啊，你们一生谁日都烦恼，你何必呀自己摊开情人？想你有什么心事尽不是，我与你两人各一心人，我劝你们13餐都应食，我劝你们1、3年天娘绿神，我劝你两生相心，你何苦自己把烦恼人？我劝你姊妹的言语不能听，因为他们自家有是真。我劝你们早早安歇我一生，可晓得你病终身，再不你谋啊婚人，我劝你把一切心事都对错，更不要想起养子这决定门。是退了香炉，真此生黎明太漂亮。在封建社会中，宝黛是难以冲破封建枷锁的，只能做了绝望的牺牲品。宝玉哭灵这场戏是越剧中一场重头戏，
其尹桂芳、徐玉兰都留下了保留节目。然而，在弹词开篇中，同样也有《问紫娟》和《宝玉哭灵》等名篇。由吴迪军作词、孙福树弹唱的《问紫娟》，也是一首耐人寻味、令书迷朋友十分欣赏的一首红楼开篇。开篇一开头，灵前两字，演唱者就唱出了那种哀伤、悲痛、凄凉的场面，把人带到了青黑黄白四色灵堂之前。演唱者运用了他擅长小阳调和齐调交织对唱，表演出宝玉和紫娟两个人物的怨言、伤痛、懊悔的心情，唱得荡气回肠，曲曲声声，真情无限，是一首十分成功的悲剧之作。下面一起来欣赏。家。
风呀，林妹妹呀，我不服全家全国。妈妈难免忘，本自就妹妹病死，一句话使得鬼魂张飞口。而今并打算情送来有人是在风心病后能来了神儿机，飞了岱豫汾稿通常用立调、薛调演唱的较多。您欣赏过用讲调弹唱的这首开篇吗？据行家们说，在上个世纪40年代，蒋月泉曾唱过此篇，感染了许多的书迷朋友。今天我们让秦建国来唱这首开篇，感受一下弹词流派的多姿多彩。家人他双泪心切切已有生离一幕幕，听那个儿楼沟一声心放上，为人伤心
这不拿下弟子佛记10处。十大宝儿一，金甲文化中，他们嘛家风头有白发香香在用本一女上有的一人的伤心，一人的事，好比那白把钢打在心上。不两情啊，神欢困，薄弱的花园，水动没漏不。知心的字句，相逢红粉相相。把那句破心啊事，一句问十大会过文章，他的口是心灵难听啊，心若望有难了神机，在文艺作品中，描写林黛玉的文笔最浓重的，要算文稿和葬花了，而丽调是最能演绎凄哀悲凉的那种心情。欣赏了以上3位演员弹唱的黛玉焚稿之后呢，再请欣赏由徐丽仙弹唱的黛玉葬花，这也是徐丽仙十分成功的保留之作，一起来欣赏。夜听花舞，
沙尘，离尘不难成。我只难回
楼开篇中带叶字的开篇较多，如这个宝玉夜叹哈，夜叹晴雯、潇湘夜雨、紫鹃夜叹、黛玉夜叹怡红园等等。想来文人和艺人都会在这个夜字上做足文章，或许人物更能在这个此时能够抒发情感吧。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由赵开生弹唱的《黛玉夜叹怡红园》。红绿梦头下的影，伯伯虽为下海深。林姑娘对月临双手，正是情丝随魂魂。几岁们洗得珠花根，梦听得大儿已被这在世心，世人莫道得他四肢动得都不得，肌肉神力不在身，一句话一动心，某句有后太狠心，为什么要打得他这不言？他们满个病才起身能，气象西红有里烟，几把月此时一岁温，在梦中后痛无病能群，他斗此情几次情，经不是伤心两泪淋，只泪之滴滴是一情。谁出龙出海水，为什么能相下笔锋人啊，因啊身的呀白领家人把铺在为什么近来
啊身的以谋根为是里手夏云儿夏菊梅花落呀龙落得那心把的风儿对四勾的一面不如狗边境，这后跟面中狗风呀，对。我为你为侣，我为你比日起花几十岁，只盼终身永含聚。生啊与那是相归，是美丽人谁，哪怕黑大春，迎得住花去，真记我心中的福气。一个儿是彩体，非走成后那一个儿是相风雨逐水。把那心事去不都分去都送水花明波泪儿生梦魂心红绿。好，刚才我们欣赏了男演员弹唱的林黛玉这首开篇。那我想，如果女演员来弹唱这个作品的话，似乎更为合适一点。那林黛玉呢，是具有一种病态的女性美，她性情孤僻又寡言，多疑多猜，是一位不太合情的千金小姐。红楼中老祖宗的掌上明珠，著名弹词艺术家邢燕之，他所运用的唱腔，较好地把握了林黛玉独特的个性，唱出了林黛玉心中难以倾诉的内心情感。下面我们来欣赏邢燕之弹唱的《林黛玉》。
林黛玉又称为潇湘妃子，弹词开篇中就有一首名篇《潇湘夜雨》，前辈艺人杨仁麟、徐英志都唱过此篇。下面我们来欣赏范林远运用曲调弹唱的这首开篇。愿意梦月失魂，阴迷迷一人。相顾，黑漆漆，几时别上窗？好想想，千古难的作，查清清手指须黑当，并一位都是冷清清两个相眉相
下下不露水波，万事须万花容满。红绳里，他虽然小香落天上，一丛姊妹都飞去，只有自求梦上，本自就妹妹临风摇啊，她迷离神言不由家，本自就妹妹是个君后代。后的在后说话，本自就妹妹花如君啊后在花如一路水撒花，本自就妹妹呀君君啊后在情意都须的本自就妹妹应不君啊后在林妹妹呀，你日这东兵的山里去，我怎能一个亲人在那所风呀？但不是家出神怪的，皮出富贵与荣华，与你是会再开并的花。刚才大家收看了《问紫娟》，是一首充满情感性、戏剧性的弹词开篇；《宝玉哭灵》则是一首叙述性弹词开篇。叙述性开篇对演员来说难度较高，因为其中感情表达成分少了些。同样是《宝玉哭灵》的内容，而《宝玉哭灵》这首开篇怎么唱也能引起欣赏者的喜欢。不妨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由陆建华用讲调弹唱的《宝玉哭灵》。
其心。薄命红衣，是狗冤。太太妻女离温厚，想想到此不生嗔。一红公子心美，心可爹领啊你别称心带子去擦磨爹里生岁岁千两莫应神因啊我不知心日世容杂花生，我记爱司马都佛一能不相生。妹妹呀，口里你是下斗谋者，口里你报恩风雨名，口里你写诗三用话一元空虑一佛密心神妹妹呀，想当初是青梅竹马东岳西，大金吒耳鬓厮谋再不能。想当初文化上月里诗句，大金吒关公做佛再不能
想当初你一平一下无遗憾，大今朝若见你英勇，再不能如今连一病没收，你在家有口几分白凄凄，来纷纷须最思亲，月头问。楼下富贵荣华，谁承梦？生啊生，谁和等去缘？道不熟，天吃饭那地诵经格斗着不了，行走够下呀，谁为神？坛词开篇，宝玉哭灵，当然跟宝玉夜探相比，没有那么多的演员演唱。其实也有许多名演员弹唱，如杨振言运用严派风格的讲调唱过此篇。再如我们店书场库还有一首由优秀青年演员蒲剑东用小洋调弹唱此篇。小洋调由弹词前辈杨仁麟所创，其特征是爽利清脆、婉转悦耳、柔中有刚，演唱起来真假嗓并用。当然，这就要求小嗓条件要好一点。蒲剑东的音面嗓音是有口皆碑的。下面由于时间关系，请大家来欣赏由蒲剑东弹唱的《宝玉哭灵》的一部分，相信您同样会喜欢。都行，恰是中吃心。
义勇公子情啊难尽，可爹临地别称心。但见那参谋爹领身的地，凄凉啊，满目是阴神神。妹妹呀，细细翻涌君一面。好，一起来欣赏《红楼》系列开篇的第2部分。宝黛爱情是红楼的主线。说到贾宝玉，必然会联系到林黛玉。那林黛玉是金陵12钗中最富有个性，也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弹词界当中，男演员弹唱红楼中的女性人物也是很多的。当年弹词大师刘天韵就唱过此篇，著名演员曹孝均先生也唱过，而且呢，他的演唱呢极富个性。张调中又含有讲调的韵味儿，流畅委婉，十分的耐听。下面我们来欣赏他的携手江苏省曲艺团的王培军弹唱的红楼开篇《林黛玉》。妾家人谁言句？他是不为妇女这爱绪。家之后不临之产，痴心为来下凡。一句情啊心两意对，统领如排万军手，下河急一笔泪，走出那举止
大发生急迫，一女疼啊痛，新闻谁？为什么这有呀？守在那船里是因啊生。